主编，主编好，主编好，主编。杨晶晶啊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哦。你进来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安排失误？对不起啊，慧姐。光对不起有用吗？说清楚每个环节谁负责的，具体什么内容，我要查清楚到底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。走了。慧姐找我。晶晶。啊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你爸不是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吗？然后我妈一直看那个中医，说挺好的。他正好有这个偏方，你拿去试试。啊，这么小的事儿你还记得？哎呦，父母的健康可不是小事儿，你赶紧去忙吧。嗯，好，谢谢慧姐。嗨，这事不值得谢，去吧。慧姐，有件事儿，我必须得跟你坦白。哇，坦白这种词儿都用上了，你让我先做好了的，你再说。坦白吧。就是之前预向投资数据造假那篇文章。吕健。不过你可能不全知道。还有徐德林。还有，你直接说。还有我。我身边最亲信的人，竟然是吕健的女朋友。我就是想着，只要能把吕健赶出中商浪潮，我就离职。我知道我之前做的这件事儿既不专业，更不忠诚，我不会赖着脸皮留在社里的。我也知道您这个人最讨厌道歉，因为那没有什么意义。我就是想把真实告诉你，更想做些事情来弥补。我知道我之前做的这件事儿既不专业，更不忠诚，我不会赖着脸皮留在社里的。我也知道您这个人最讨厌道歉，因为那没有什么意义。我就是想把真实告诉你，更想做些事情来弥补。这次他也找了徐德林来，挺有意思。但其实我们也有个外援。那就是一个小姑娘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她比你差远了，你知道吗？她没法跟你比，就因为她舅舅是林局长，所以我要对她好，拍她的马屁。我不指着她到舅舅面前说我的好话，她总不能去说我坏话吧？他这说的是我。我现在就想问你，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还有，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吗？有什么问题你再跟我说。好的，好的。吕健现在什么安排？
于健现在已经开始让老徐联系媒体，然后他们准备通过各方的媒体报道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公众号、APP 什么的，让他们去散布一些假消息。但我觉得老徐应该没那么快联系他。冯总，王东宁到了。哎，东宁，来，坐，坐。哎，东宁，哎，今天怎么喝？我随意，您看，您说喝什么就喝什么。爽快。来，东宁。今天啊，哥哥得给你道个歉啊，华科远见那事儿啊，让你受连累了，受委屈啊。哥哥先敬你一个。哎呀，彭总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这一点不委屈，都是自己的错误嘛。但现在公司又没计较，又让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，我这只能好好工作，争取啊把之前的错误弥补回来。我赔一个，以茶代酒。哎，现在到了周航那儿，他没难为你吧？哦，那倒没有，那倒没有。来，彭总，我再回敬您一个。哎，好。东宁啊，我听说你前一段时间去海南旅游了。哎呀，那不是心情不好吗？散散心。你倒是舒服啊。你知道彭总为了你工作上的事儿前后花了多少心思吗？有些话吧，就是彭总不说，但是我得说。你别觉得周航对你仁义，那都是假的。你想啊，当初华科远见的锅，他想让你一个人全部背下来。要不是彭总拦着，你别说在金融圈了，你就在整个普航市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。说这干嘛？我是见不得有些人做现成的好人。行，喝酒。我再说一句啊，同样是华科远见的事儿，他周航可以把江一迪特聘进公司做他的特别助理，为什么不能给东宁一次机会呢？要不是彭总去找董事长，东宁能回得来吗？你看这事闹到最后，我们还得让步，让周航对投资部的项目有了决策权。你看我们多被动啊！哎，我都说了不聊这些，没完了。我错了。没，我的错。这李哥是为了我好，他又不说这些事儿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但现在知道了，彭总，您对我的好，大恩大德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哎呀，东宁，咱们虽然共事时间不长啊，但我觉得你是个人才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只要我看着顺眼的人，我是一定要照顾他。今后在公司，不管什么大事小事，都跟哥哥说啊。好，来，彭总拿你当自己人呢，你赶紧表示一下。好，那我就干个扎胡，好吧？好，来，懂事。来，彭总。哎呦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！哎，吃口菜，吃菜啊！今天来啊，不聊公司的事儿啊，主要是联络感情。好，别有压力，吃菜。哎，好，吃两口，来，我先给您加一个。来。那个，今天咱们就说定了。好，在公司，大哥罩着，有任何事情跟我说，大哥给你做主啊！感谢彭总，感谢。好好干啊，有前途。好，放心，你送他回家。好。这不用，我自己打车方便啊。我有个局，有车接我，啊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彭总慢走啊，上车吧。啊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喝多，没事。彭总让我给你的。
彭总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停职的这1个月里啊，你的个人损失，彭总给你补偿。不是，我停职跟彭总没关系啊，这怎么能让他给我钱呢？再说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这我已经挺满足了。东尼啊，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这些钱，彭总给你，不管什么由头，你就收着。当然了，也不会让你白拿的。那彭总是有什么吩咐吗？行，都是明白人，说话我就不绕圈子。现在周航加入了董事会，权力比以前更大了。投资部有他1半的话语权，一个项目投或者不投，如果他要说不投，就没人持反对意见了。那投资部彭总不还是老大吗？你是真看不明白啊！在投资部，如果彭总想强行的推进一个项目，瓜田李下的，多被动啊！这个时候就得你处理了，懂吗？东宁，我理解你，你不选边不站队，谁都不想得罪，但有的时候由不得你。彭总的好意我心领，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，但这钱啊，我是真不能收。行，反正话我是带到了，具体怎么做，就看你自己的了。系上安全带。不敢收钱啊？行，我知道。好，叹什么气啊？不太好办。是不大好办。我想拉拢周航一个手下，这小子不识抬举，钱都不敢收。这种事你会有办法的。原神东方的设备更新了吗？更新了呀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么麻烦？我总觉得呀，这周航有个什么计划，所以才这么着急拉拢他的手下。哎，老吴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欠东风，什么东风？合适的时机。大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哎呀，小吕啊，这个谢林慧又为难你了。没有，他能为难我什么呀？我们两个平级。我只是觉着，趁你马上要退休了，他在杂志社独断专行，咱以后中山浪潮该何去何从？哼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了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啊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关于这次的创投大会，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，他考虑都不考虑，完全不听。那你都提什么意见呢？冠名权竞价的事儿。冠名权竞价？我是参考了去年特别爆红的一档电视综艺，叫《超级歌声》。哦，我知道，这档栏目很火，我这小孙女特别喜欢看，每次都是我陪着她看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在代理这个栏目的广告公司工作，他告诉我，当时有4家企业竞争这个冠名权，从最初的6000万迅速涨到2个亿了啊！这
一档栏目的独家冠名权居然能卖这么高，那你的意思呢？虽然咱们的创投大会跟一档电视综艺是两回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它影响力是同样巨大的。我觉着这次的参会企业如果赢得了咱们创投大会的独家冠名，那它在它的行业里影响力跟地位是完全不同的。就我所知，青山电子跟宝格能源都在竞争这次的独家冠名权，可是谢灵慧完全没有预案，他凡事一手抓，不信任别人，不放权，导致了他分身乏术。上次开会就是这种情况，他连日程都安排不过来，所以人家青山电子跟宝格能源非常的不满。我觉得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创投大会都会被他搞砸了。这个谢灵慧啊，是一贯的独断专行，是吧？不过从上次杨局过来听汇报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切都是可控的，不至于出什么纰漏。啊，小吕放心。可是他再有，你听我说，两位领导是点名让你加入的，所以这一点呢，你自己也盯着点儿，啊，放心。可是谢灵慧一切事儿他都把持着，他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听不进去我的意见。我让他考虑冠名竞价的事儿，可他告诉我，这次创投大会旨在增强普航市创投的影响力，盈利跟创收不是目的。他一下把我怼回去了。小吕啊，这一点人家说的也没错。可这不是做事情的方式啊。李胜，我知道再有2个月您就退休了。这些年您对我的帮助，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我也在想，这次的创投大会可能是您最后的答卷。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办得更成功、更完美、更有影响力，那我觉得您就是在中山浪潮最巅峰的时候退休的，这叫功成身退啊。我只是想用我的能力，把这次的创投大会办得更加漂亮，也是为了回馈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和信任啊。好，我给高总打个电话。这个选题视角比较新，但是呢，不够炸。我跟小慧也觉得不够新颖，但是啊，咱现在还有时间，再多想几个选题吧。考虑考虑，咱们赶紧做做。虽然现在精力都在这个创投大会上，但是公众号这儿绝对不能放松，对吧？因为读者是咱们的基础，你还是要经常想怎么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，能留住人。姐，小童来了。哎呀，我这给你们买的咖啡啊，我想着等你们忙完，这咖啡肯定都该凉了，所以我就说赶紧给你们送进来。呵，今天这么懂事儿。什么叫今天这么懂事儿？我每天都这么懂事儿。谢谢小彤，没事。哎呀，下次你来，我们换换大脑，松快松快。你们这是在干嘛呢？啊？3000元复制奶茶顶流一夜爆火，你也行？过瘾？什么游戏能一夜爆火，日日入10万？不是天方夜谭。别看了，这些选题呢都不够炸，没有亮点，都被 pass 了。你说说你们，遇到这种问题怎么不问我呀？哟，问你什么呀？那你说说。姐，你都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啦？我95后头部网红神奇少女，舍命卧底，揭秘创投圈的那些腥风血雨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，那个你也知道，我这做主播的，我平时肯定是要锻炼这个我口条的流畅度。刚刚那些都是我平时锻炼的段子。你刚刚说的这个选题，揭秘创投圈的腥风血雨，你神奇少女，展开说说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这是段子，怎么展开说嘛？哎呀，那个刚刚
我进来前，晶晶姐让我给她整理资料，我先去了啊，回头再来找你们。没说完怎么跑了？哎呀，她找我嘛，我答应了人家，拜拜。不对劲儿是不是？不对劲儿。他今天有点过于兴奋了吧？而且语无伦次，乱七八糟，颠三倒四，肯定有问题。刚才说什么？什么少女？神奇少女。神奇少女，还舍命卧底。卧底。这好像是什么营销书里的话术。那肯定有情况。哎，你俩去神秘卧底一下，给我破破案，看看到底有什么事儿藏着。好，交给我们。走。晶姐，哎。哎，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企业名录资料全都在这儿了。上面这2个呢是总冠名权，还有分会场各部分招商的资料，你看一下吧。你辛苦了啊。哪儿的话呀？哎，不过你真应该去看看谢灵慧的脸。怎么了？黑的跟锅底一样。哎，行吧，你先看，我去忙去了。梁本森主动来找我做这支基金，却让周航来跟我对接。哼，这个老狐狸，他是想看我跟周航摩擦一下吗？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儿。你说咱们这个募资计划书是江一迪起草的，现在他是周航的助理，当时离职离得又并不愉快，会不会从中作梗？不会的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准备一下。好的。对，行，你说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？到自己以前的公司来有什么感受？还是有点忐忑吧。关于玉象投资的分析报告，昨天晚上我看了。其实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结论就行了。我就是想把玉象投资的优劣势充分展示出来，决定权在您。是因为玉象投资，所以你才这么谨慎是吗？没有必要，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。我会保持客观的。欢迎再次来到玉象，于总。李明亮，你们的 PPM 我已经看过了。关于投资策略还有项目细分方向上，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意见，可以吗？当然。第一呢，今年资本市场看着回暖了，但是能不能延续到明年，谁都说不准，对吧？对。第二呢，你们的基金储备项目大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项目，为什么不是我所期待的具有技术创新的项目呢？一支基金池子里面会都20到30个项目，技术创新类的一定会有的，只是您还没有看到而已。我更注重的是平衡性，但是退出的可能性也很重要，退出的时间点更重要。当然，就像你说的，今年貌似回暖了，到明年谁也说不准。传统项目它的盈利性稳定，
退出渠道明确，收益安全，你们的财务回报也会很漂亮。我们原深东方是产业投资人，和财务投资人的关注点还是有区别的。梁总主动找到我，对这支基金感兴趣，我也非常愿意促成这件事情。这样吧，我站在周总着眼产业的角度，首先，这支基金的全部项目都会给原深东方先看全，预向投资所有的投资经理每周飞来飞去，触达行业上下游的企业。原深东方通过参投这支基金，都可以先于行业竞对，第一时间触达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有一天你们想通过并购延展上下游的话，这个基金池子是你们非常好的收购标的。说说你的看法。周总，我觉得于总说的特别对，特别正确，也特别符合一个基金的基本发展规律，但是是理论上的。具体呢，我觉得要看执行方面。那在执行这块呢，原深东方希望在 IC 中至少有1个席位，并且单笔金额超过基金总投资10%的项目，必须要经过原深东方 IC 成员的同意。这样吧，各位，咱们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给大家煮点咖啡。我来吧，我熟。嘿，还是那么爱吓唬人。看到你成长了，我很欣慰。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。你在那边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我帮你。我来吧。好，那我这杯不用了。基金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关于结果呢，我要跟梁总碰一下，尽快给你个反馈。没有问题。还有就是刚刚江一迪提出来的方案，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，我同意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。何其盛赞！老板，今天算是对我的一次考核吧。这么敏感啊？也不是，我就是想知道，如果是考核的话，我及格了吗？